各位大家好，晚上好。欢迎大家今天来参与我们今天的 MA。今天的 MA 非常有意思，除了会提到就是 Abilian 之外，我们也会提到就是 Q Day。那今天这场 MA 将聚焦在 Q Day 主网最新进展，还有目前正在逐步形成的核心基础架构，以及 Q Day 是如何从基础建设阶段稳健的迈向一个可承接应用与生态的下一个发展阶段。那 Q 这边就是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什么是 Q Day。然后 Q Day 其实并不是一个为了就是短期热度而设计的一个产品，而是承载着 Abilian 在量子安全、公链、长期可用性与可信的运算架构上的一个重要的延伸。所以今天的分享，我们不只是谈现在有什么功能，也会谈为什么这些功能可以这样的顺序推出，以及背后的一个设计逻辑，以及一些想法。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两位非常核心的成员，与大家去深入就是分享Q Day 所有的一些信息。那我们首先我们有Dr. Duncan Wong， 就是 Abilian 的创始人以及就是密码学家。然后 Dr. Duncan Wong 长期投入于后量子密码学与区块链研究，主导了就是 Abilian 在量子抗性和隐私架构以及整体系统设计上的一个核心方向。同时我们也邀请到的 Dr. Terry Lee， Abilian 的首席技术官，同时Dr. Terry 也负责了 Q Day 主网的与核心架构的实际落地，同时也覆盖了主网的稳定性、模组设计、资产流程与开发工具链等等很多不同的一些技术。那在了解主网细节之前，我想先从就是为什么要有 Q Day 这个根本的问题先谈起。其实我们都知道，当前整个区块链产业，无论是在效能、扩展性或者是使用体验上，都已经非常多不同的解法。但其实在长期安全性或者是量子风险以及可持续架构这些议题上，我们发现其实仍然有很多的空白。那其实 Q Day 的出现并不是为了解决单一的一个痛点，而是试图从更长的一个时间尺度去补齐目前整个区块链行业当中还没有被充分处理的一个结构性问题。那在这样的背景下，首先我们想请Dr. Duncan来回答我们，来说说我们的第一个问题。好的，能听到吗？可以，非常清楚。好，谢谢。那我们第一个问题是在你看来 Q Day 的推出对当前区块链发展带来的哪一些关键的意义？好，我首先从整个生态圈来讲起吧。就其实整个我叫做一个 evolution 呢，是一个进程。大家还记得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开始做 Abilian Layer 1，当时我们的宗旨就是要做一个抗量子，然后还有隐私的这样子一个公开链。那这个是我们的初衷，然后这个初衷这个3年都没有改变过。那么然后我们再想一下，就是有这个抗量子或者叫后量子，再加上隐私之外，我们怎么样可以搭建一个很健全的生态圈，这个是我们的主要的目的。那么如果我们比较一下 Layer 1的 Abilian 还有 Layer 2的 Q Day， 那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他们是互补的，然后他们可以就是制造出一个很完全很齐备的一个生态圈。那我来简单的解释一下为什么我是这样说哈，为什么是一个很齐备的一个生态圈，而且这个是相当大的扩展性。那么首先在 Layer 1 Abilian的这个
链上面，首先它是 POW Proof of Work， 然后是抗量子。那这一方面我们首先在安全方面就做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就是它是抗量子的，然后它也是用到了比较安全的共识算法，就是Proof of Work，甚至是在 Proof of Work 方面，我们除了是 GPU based， 我们很快会有一个很大的 upgrade， 然后这个 upgrade 之后可以是混合的用 ASIC 和 GPU， 而且互相不冲突的情况之下，将来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会有另外一个 AMA 会为大家介绍这个功能。所以回去 Layer 1 Abelian 上面，我们其实主要是希望把它做到是抗量子的一个 security 这个安全性。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在 Layer 1上面也做到了隐私。然后还有就是未来这几个月我们也会向大家介绍我们的这个 AUT Abelian User Token， 就是大家可以利用 Layer 1可以发自己的抗隐私的代币那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看到，在 Layer 1方面，我们主打就是希望把它做到是一个很好的基石，一个 foundation。那么这个 foundation 呢，有了抗量子，用了 POW， 也用了格密码 Lattice Based Cryptography， 直到它是在我们叫做 future ready， 就是对未来量子计算机到成熟的时候，我们这个系统已经是 secure， 就是已经是安全对于现在的这个攻击，甚至是将来的攻击都保持安全。但是在另外一方面，就是大家也会很感兴趣，就是有点像比特币和以太坊的一个比较，就是说比特币大家 OG 有可能觉得，哎，这个我们就是一个虚拟货币的一个链一个 layer，它只是一个 cryptocurrency， 我不希望在上面做任何其他的功能。我们也理解因为我们自己也是 Bitcoin OG 开始的。那么，但是如果要做到整个生态圈都成熟的话，其实我们是要有智能合约，这个是相当重要。然后还有一点就是 POW 除了 Lightning Protocol 或者是其他相关的 protocol 之外，它最底层它其实并不快。那么所以如果我们要做到了其他的我们叫做 DeFi 或者是一些 dApps 其实我们是需要有一个抗量子的智能合约的一个功能才行。那么我们选择的架构呢，是与其把所有的功能都摆在一个链上面去完成我们的做法是，或者我们的设计是把它分成两个 layers。那么在 Layer 1就是刚才我所讲的这个基石那做好了，然后我们在 Layer 2 Q-Day 这一层呢，就主打是去开发它的智能合约。而且它的速度也可以是因为是 POS based Proof of Stake based 所以它的速度也可以提上来。那么所以我们就可以使到整个的生态圈得到一个很健康的成长，而且将来的扩展性也比较大。比如说我们将来会有一些 bridges 甚至是和其他的第三方合作我们就主打是做基建，然后其他我们的合作伙伴就 focus on 在上面的 dApps 的开发。那么所以我们就我们觉得是比较巧妙的做法了，就是我们会继续的把 Abelian 这个 Layer 1呢视作是一个基石，然后我们的 Q-Day 呢这个 Layer 2视作是一个开发抗量子智能合约的一个平台给大家使用。我就先讲到这里了，谢谢。好的，非常感谢这次当天的分享。就从这个角度来看，Q-Day 的设计逻辑其实就并不是为了就是追求效能或者是短期的一个应用场景，而是回应现在区块链在未来10年甚至更长时间所面对的安全的可信问题。这也让我们理解到，就是 Q-Day 的价值不在于和其他 Layer 2做功能对比，而是在于它是为整个生态提供了一个长期运作、可被验证，而且是具备量子抗性的一个基础环境。那我们刚刚也谈到了为什么需要 Q-Day， 那接下来其实我们想更进一步从技术架构或者是安全设计的角度来看看 Q-Day 与其他 Layer 2在本质上的一个差异。那
这个部分Dr. Duncan 或者是 Dr. Terry， 你们也可以再分享多一些吗？这方面或者 Dr. Terry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技术方面的细节，可以吗？大家好，我是 Terry， 大家能听到我的声音吗？可以的，很清楚。那我们现在是要去讲一下这个 Qday 和其他 Layer 2的差异，还是我们直接进入这个 Qday 目前的一个组网的状况的一个细节？就是那我就先解释一下这个 Qday 和其他 Layer 2的这个差异吧，可能大家会对这个也需要有一些了解。那 Qday 呢，我们的2个重要的目标，第一个是我们希望这个 Layer 2能够完整的做到 EVM compatible， 也就是大家现有的所有的，包括在以太坊以及所有跟 EVM 兼容的链上的这些生态，都可以直接在这个 Qday 上得以实现啊。那这样的话可以最快的接入到我们广大的这个开发者的这个社群。然后第2个重要目标呢，就是我们需要 Qday 能够接入这个 Arbitrum 的 L1 啊。那这个其实是一项非常有挑战性的工作啊，因为 Arbitrum 的 L1 它本身是一个 POW 的架构，并且它是一个抗量子的一个公链体系，它和其他所有这个目前 L2 所接入的 L1 的这个体系都不一样啊。但是这些 challenge 呢，我们认为是值得去克服的，因为Arbitrum 的 L1 是具有这个抗量子的这样的一个特性的。那么我们通过去 roll up 到一个抗量子的链上就可以直接让这个我们的 L2 Layer 2获得一定程度的抗量子的这个能力，并且在将来我们可以对这个 EVM 本身的这个链进行升级，使得它具备完全的这个抗量子和更多的一些隐私的特性啊。那么所以总结起来 Qday 和其他 L2 的主要的区别在于在保持了 EVM fully compatible 的这样的一个完全兼容的前提下我们增加了抗量子以及未来可以更加拓展的这样的一个安全性的一个能力那么现在 Qday 的主网呢已经上线了有2个月，那么运作目前来说是相当的稳定，并且现在我们通过实际的测试发现 Qday 网络的这个响应速度是比这个至少跟大多数 Layer 2相比是速度要更快一些然后我们的这个在上线的 Day 1我们就直接上线了这个所有大家参与 Qday 生态所必须的一些基础设施，那么就包括这个浏览器那浏览器是我们进行定制开发的这样的一个版本，未来呢在浏览器上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我们 L2 跟 L1 的这个关联，我们的这个每一个 Qday 的 transaction 最终是要 roll up 到我们的 Arbitrum 的链上从而获得这个抗量子的这样的一个安全性。那么同时为了让大家能够在这个Qday 网络上去进行这个是有实际经济意义或者说有实际应用价值的这样的一些 DeFi 的应用那么我们已经这个在 Qday 链上 launch 了这个 USD8 的这样的一个稳定币。那么 USD8 实际上是一个在 Arbitrum 链上也会有 USD8 这样的类似的稳定币的存在那这样的稳定币可以通过我们提供的跨链桥去从其他的链把稳定币兑换过来。那么有了 USD8 之后呢，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的 Qday Swap 也就是我们已经 launch 的这样的一个 DEX 去进行这个 USD8 到这个 Qday甚至这个 WAble 的兑换那么 WAble 呢就本身是叫 Wrapped Able， 那其实是我们L1 的 native 的 token Able 在 Qday 上的一个 wrap 的版本那么它是类似 BTC 跟 WBTC 的一个关系那么他们通过这样一个 wrapping 呢，可以让我们的这个 Able 也很方便的参与到这个 Qday 的生态那么其实通过我们的 USD8 以及 WAble
加上一系列的这个 DeFi 的这个合约，那么我们可以说在这个经济关系上啊，我们这个整个生态就已经 L1 和 L2 已经打通了。然后为了提升这个大家使用的这个便利性呢，我们一个是在网页端提供这个 Qday 的 portal， 通过这个一个单一的页面啊，或者说单一的入口，我们就可以访问到所有我们在 Qday 上能够使用到的所有的主要的服务啊，那包括浏览器，包括 Able 的质押，包括 Qday 的质押，包括 DEX 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个，也包括我们未来要推出的这些服务。那么同时呢我们在手机端，也就是我们的 Abilium Pro 的我们的 Mobile App 也提供使用 Qday 的这样的一个入口啊。那我们未来的目标呢是让用户可以either 要么在网页端可以完成所有跟 Qday 相关的操作，要么呢可以直接在手机端、移动端完成跟 Qday 相关的所有的操作啊。当然第二步呢我们还没有完全的完成，那么计划未来可能在3到6个月之内啊，我们就可以实现用户就不再需要使用浏览器的钱包，而直接使用我们的 Abilium Pro 的钱包，就可以完成 Qday 上的大部分的操作。那么整体而言呢，我们现在的这个目标啊，主要是确保主网的稳定运行啊，但这个阶段目标我们可以认为已经是实现了啊。那么第二阶段的这个目标呢，就像我刚才说的，我们主要是提升这个用户参与我们 Qday 的生态的一个便利性啊。等到我们的这个Portal 的第二版推出啊，那可能在今年之内就会推出，以及 Abilium Pro 上的这个 Qday 操作的功能的完整的实现，那么应该在明年 Q1 我们就可以实现啊。那么这样我们就可以有2个独立的全功能的入口去实现这个 Qday 生态的应用的完全的访问啊，以及资产的这个跨链啊、流动啊、兑换啊等等的这些功能的这个使用都是非常的便利的啊。那么这个就是短期的目标。那么中长期的目标呢，我们是会在 Qday 链上继续做基础架构的升级工作，使它未来呢能够支持我们更进一步的这个抗量子的特性，以及部分的这个Abilium 已经实现的这种隐私的能力。对，这个就是我的分享。好的，非常感谢 Dr. Terry 的说明。从目前的就是 Dr. Terry 他所分享的一些进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现在 Qday 现阶段的重点其实也不在于就是快速的推出大量的应用，而是确保账户的体系，包括资产的流程、操作入口都处于一个稳定且一个可以很顺畅运行，然后很友好的一个使用状态。然后我觉得就是其实这样的基础对于后续的任何的金融模组或者是跨链操作或者是应用的整合，其实都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一个前置条件。而且就是我们其实 Qday 在上个月其实也推出了就是就是持有 A 的 token， 然后可以获得 Qday airdrop 的一个活动。那我们也其实也收到了很多社区热烈的反馈，也很多社区的成员也参与了这个活动。那很多社区的成员也一直很热切的在关心说，就是在就是他们也在Abilium Pro Mobile Apps 的那个界面上，其实也看到了在 Qday 的一个界面上，其实可以看到了有不同的功能即将会推出。那我们这边也想要问一问，就是Dr. Terry， 就是在上线过后Qday 可以支援哪些类型的应用场景？ OK， 好，其实如果从最终的目标或者从长远的目标来看， Qday 是可以支持所有现在目前其他 EVM 链上有的这些应用，那包括这个 Polymarket， 包括这个一些合约的交易啊等等啊。但是短期内呢，我们首先要支援这个
我们已经有的这个 Able 的生态，尤其是我们要回馈这个我们的 Able 的支持者们啊 ，Able 的 Holder 们。那么，所以我们第一个重点推出的应用实际上是 Able Staking 啊。那么我们的这个大量的持有大量 Able 啊，或者说我们大量的 Able 持有者，他们在目前持有 Able 的情况下是没有任何这个获得收益的这种来源的。那么通过把 Able 转换成这个 WAble， 然后进一步的把 WAble 在 Qday 的这个Able Staking 的 DApp 里面去进行质押，那么就可以参与到 Qday 网络本身的这个运作当中啊。我们的 Qday 的 Tokenomics 里面是流出了一半啊 50% 的 Qday 的总量去用于发放给这个 Qday 网络的这个节点运营。那么 Qday 网络节点的这个收益呢，会进一步的这个分配给所有的 Able 的质押者啊。那所以我们每天根据我们的 Tokenomics 我们每天会有1000多万的这个 Able 的Qday 的这个节点奖励分发出来啊。那现在已经是分发了有接近100天的这样的一个奖励。然后所有的这个 Able Staker 啊，每天都可以看到自己的这个收益的变化，以及可以随时去领取这些奖励啊。那么质押的 Able 越多，我们的这个 Qday 的这个网络呢，实际上也就可以获得更强的这样的一个安全性以及这个资产上的一个支持啊。那么它的这个流程呢，我们直接可以使用我们的这个 Arbitrum Pro 的这个 APP， 结合我们的 Able Staking 的这样的一个 DApp 的网页，就可以完成这个完整的从 Able 到 WAble， 以及把 WAble 质押到这个合约中的这样一个过程啊，大家可以去试用一下。那么这个 Able Staking 的这个收益呢，目前来说还是相当可观的。那么但是这个收益具体我们也没有办法给一个绝对的一个数字给到大家，因为这个取决于大家质押这个 Able 的时间长度，以及总体来说我们一共有多少 Able 来质押啊。那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我建议大家可以用少量的 Able 先参与这个 Able Staking， 然后看一看每天的这个实际的收益。然后据我们的估算呢，应该是如果是这个质押一个 Able 的 token 啊，并且是锁定这个4年的话啊，那么每天应该可以获得几百个到这个2000个 Qday 左右的这么一个收益，这个还是相当的这个可观的啊。然后在这个收益在这个 lock period 的结束之后呢，我们可以把这个 WAble 再兑换回这个 Able 啊。当然现在这个功能我们还在开发中，在未来应该1-2个月的时间吧，我们就可以推出来啊。这个到那个时间呢，可能第一批这个最短期的3个月的 Able 的 Staker 的结束期就到了时间啊。那么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可以让大家很方便的再把 WAble 兑换成 Able。那么这个是我们最主要第一个支持的这么一个DApp。那么第二个我们支持的这个最主要的一个应用呢，就是 Qday 的 Staking。那么因为有一些这个社区的用户可能之前并没有参与到 Able 的这个生态里面，但是呢可以通过持有 Qday 直接参与到 Qday 的这样的一个生态建设中。那么这个就类似于我们之前传统的这种 POS 的这么一个概念，就像以太坊的这种 staking 一样质押这个 ETH 可以获得每年现在可能是3%、4%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币本位的一个收益。那么在 Qday 方面呢，同样也是支持大家把 Qday 质押到我们的 Qday staking 的这样的一个合约里面那同样获得收益是 Qday。那么这里值得注意的呢是这个我们的 Able Staking 和 Qday Staking 是本质上他们都是分享同一个这个奖励池那这奖励池都是来自于 50% 全流通量的这样的一个 validator 的一个奖励所以
不管大家是质押 Able 还是质押 Qday 啊，事实上都是在参与我们的整个的Qday 的这么一个基础设施的一个运营的这么一个过程啊。那么为了 support 这两个应用呢，我们的 DEX 呢就包括我们的 USD8 的跨链桥啊，都可以帮助大家啊，要么是可以很方便的去购买 Qday， 要么是可以方便大家把这个 Able 进行到这个 WAble 的转换，以及 USD8 从不同链跨入跨出的这么一个转换。那么未来在这个现有的基础上呢，我们还会重点开发首先是一个抵押借贷的这么一个应用啊，那允许大家把这个手头暂时闲置的 Able 和 Qday 啊或者 USD8 这样的 token 啊，那去作为抵押物去接触其他的币啊，用于其他的一些作用啊。那么在借贷之后呢，我们还会进一步推出其他的更加有意思的一些应用啊，当然这个是一些中长期的规划，我们现在还没有决定哪些应用的优先级比较高。那比如说现在比较火的 Polymarket 应用，那现在有一个痛点呢，就是 Polymarket 会有这种跟单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也就是说 Polymarket 上面所有人的行为都是公开可见的。那实际上有很多参与者并不想让大家知道自己在 Polymarket 上面的下注和持仓啊，那么这个时候可以通过我们 Qday 未来将要提供的这么隐私的这个操作的能力啊，可以让大家或许可以使用到更加有这个隐私保护的这样类似 Polymarket 的这样的应用啊。那么对，这个是目前的我们已经有的一些东西，以及未来的中长期的一些可能会推出的一些应用。明白，非常感谢Dr. Terry 在这一个部分的一个分享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接下来其实Qday 会有很多不同的功能出现，也有很多不同的一个应用场景会推出同时除了就是给到福利给予我们的 Able 或者是 Qday token 的持有者，也除了这一两个之外，最重要的是Qday 团队也看到了市场上所谓刚都 Terry 提到的 Polymarket 的这一个痛点，那我们Qday 怎么去运用 Qday 所拥有的一个MLP 的一个技术，包括去解决这一个痛点，让大家可以在一个更安全、更有 privacy、更有隐私的情况下去使用DM。那我们接下来的一个问题是，希望就是可以询问 Dr. Duncan， 就是从您的角度来看Qday 在整个区块链生态中扮演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其实我们好像刚才所讲的和我们的初衷不变。我觉得我们现在的 Qday是我们叫做 complementary to Arbitrum。Qday 上面提供了智能合约，然后最底层的我们也是保证它的后量子或者叫抗量子。那么除此之外呢Qday 我们觉得像一个 hub 一样的，一个 super hub 一样的。那正如刚才所讲的，就是整个生态圈来说呢生态圈不是切割的，而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那刚才 Dr. Terry 也有 mention， 就是我们会有bridges， 会有一些桥。那么这些桥搭到其他的链上面除了是去 support 各种各样的 DeFi 或者是一些 DApp 的一些应用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也是希望我们可以支持整个生态圈慢慢步入抗量子的时代，或者叫后量子的时代。那么所以整个来说呢我们还是比较注重这个基础建设Arbitrum， 然后再加上 Qday 上面的基础建设呢，是我们未来2026年的重点应该可以说是重点吧。
这个重点是第一就是保证它的后量子，然后第二呢就是在上面加基于抗量子或者是格密码或者是其他的后量子密码的一些技术所打造的隐私技术。那么有了这样子一个抗量子，然后再加上隐私技术，然后再加上 Q-Day 的 Smart Contract 智能合约，最终就是从 Q-Day 可以建立一些的桥梁接到其他的 blockchain 的系统，那么可以打造出整个的生态圈。这个生态圈呢是慢慢的步入抗量子的。所以简单来说呢，我觉得我们Billion 加 Q-Day 整个的生态圈呢，是一个基于抗量子再加上就是隐私这两点所打造的一个基础。然后有了这个基础之后呢，我们是好像刚才 Terry 所讲的，我们会 focus on 慢慢的把它做得更加的稳定，然后希望更加多的伙伴或者是一些朋友加入去使用它。那么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呢，就是我们很希望来自世界各地的开发人员可以在 Q-Day 上面去搭建他们自己喜爱的一些dApps 一些应用程式这样子，那使到我们可以fully去 support 他们的搭建然后甚至是将来的这些桥梁呀 bridges 呀或者是其他各种的 DeFi 的 application 都可以是由我们的一些伙伴去搭建出来，然后我们就 focus on 这个 infrastructure 的建设。对，这个是我的看法好的，非常非常感谢Dr. Duncan 的分享。那从Dr. Duncan 的分享，我们可以看到，其实 Q-Day 并不是要成为就是一个很万用型的公链，但你可以看到说Q-Day 从开始建设到现在逐步的去完成所有的路线图。Q-Day 更专注于是成为一个就是可信、安全，而且是适合长期部署应用的一个 Layer 2，EVM Layer 2。那也如刚才 Dr. Duncan 也提到了，就是我们也希望可以有更多不同的项目方或者是开发者，你如果有兴趣了解更多关于 Q-Day， 然后或者是你希望可以将你的 dApps 或者是你的项目连 token 可以先部署到Q-Day 的测试网或者是主网做测试等等，你可以访问我们的官方网站，就是 Q-Day.io， 你可以在里面看到有非常多详细的一些资料，还有一些关于 Q-Day 的介绍，你也可以看到就是关于白皮书，还有一些所谓 Q-Day 的一些底层技术的一些简介，都可以在里面看到。好的，那我们就来到下一个问题。那在下一个阶段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很多社区的会员或者是开发者或者是项目方等，其实他们都想了解到就是Q-Day将优先聚焦在哪些合作领域或者是伙伴类型或者是项目的类型。那这个部分的话或者我们可以请 Dr. Duncan 来跟我们说一说。好的，其实刚才 Dr. Terry 也 mention 了，就是我们的主网上线其实不到3天之后就整整2个月了哈。那其实还是很新就是比较 young 哈。那现在来说呢，我们还是希望就是注重在2点上面吧。一点方面就是它的绝对稳定性和安全性那这个是世界上第一个抗量子的而且有智能合约的 Layer 2这个，所以我们在security 方面我们是花的功夫比较多。
那希望它除了稳定之外，它也是绝对安全。这是我们第一个主要做的工作。那么这个工作一直会拓展到2026年，也是我们的主要工作使到它要绝对的稳定和安全。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现在也是就是我们这个做 infrastructure 来说呢，我们把我们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几个比较重要的功能上面，然后其他的功能呢，就希望是和其他的第三方或者是一些程序员 developers 其他的 Web3 的 guru， 然后一起去合作这样子。那么我们基金会来说呢，我们就主打去focus on 这个刚才讲到的 able staking 这个 able staking 现在已经是 available， 大家上去qday.io， 然后就可以看到 portal， 然后在 portal 那里就可以看到我们所为大家提供的 able staking 的功能。然后除此之外呢由 able staking 得到的 qday 呢其实大家也可以做 qday staking。那么所以有 able staking 和 qday staking。除此之外呢，大家也可以尝试去了解一下我们的 swapping， 就是一个 decentralized exchange swapping 的功能，那也在 portal 上面也可以找得到。我们希望基金会的角度来说，就我们只 focus on 这几个最基本的功能，其他的产品方面呢我们现在已经在积极的和一些我们的伙伴正在讨论主要是在一些 DeFi 方面的讨论甚至是2026年大家都觉得是一个 RWA 的时代那尤其是有一些的 RWA 它是比较注重长期的安全性，比如说是公司的 security 或者叫做 equity shares 这些。那这一类的 RWA tokens 代币呢不希望是2-3年之后就会受到了，或者是5年之内就会受到了这个量子计算机的威胁那所以在这种的 RWA 的 tokenization 方面呢我们觉得 qday 其实是比较适合，而且这也是我们其中一个主要的 focus 的点，就是怎么样可以使到 qday 可以更加的支持将来我们的第三方和我们的伙伴去发行他们自己的抗量子的 RWA 代币这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点。然后第二点呢，我们现在也在和一些第三方的伙伴在讨论的一件事，就是其实我们整个的链 both L1 和 L2 呢都是除了抗量子还有就是隐私的能力，而且这方面也是我们团队的强项吧。那所以在 qday 上面我们现在也是在积极的研发各种的就是抗量子的零知识证明系统。那么有了这些抗量子的零知识证明系统呢我们希望可以去支持某一些的功能，就智能合约的功能，而这些智能的合约功能是需要到隐私的，比如尤其是在 B2B 企业方面的使用其实刚才 RWA 如果是有隐私方面也会更加好，因为所有的公司它也不一定希望多少哪个 shareholder 他持有多少代币，这个是被公开那所以这方面的隐私也是会使到整个的RWA 或者是类似的功能呢会有很好的保护，就不只是抗量子方面的保护，也有在隐私方面的保护。对这些是我们2026年最少在上半年6个月我们会开发和去 focus 的方向吧。好，谢谢。好的，非常非常感谢周德浪哥的分享。那相信大家都听到，就是周德浪哥也一直有在提到，就是说关于 RWA 这块。那我们也非常欢迎所有建设或者是所有RWA 的项目方，如果你有兴趣再扩展到其他Layer 2的链上，欢迎来联系我们，我们可以去详聊后续的一些长期的合作，欢迎大家来打扰。
那在我们结束今天的一个 AMA 之前，请问 Dr. Duncan 和 Terry， 你们还有什么想要补充，或者是想要对一直支持Billion 与 Q-Day 的朋友说的吗？我希望就是对，首先感谢大家对这个项目一直以来的支持了。那我们在Billion Layer 1方面其实主要的开发工作已经完成的七七八八。下一步在这个 AUT 就是大家可以自己发行自己的抗量子代币这方面，我们会做多一些功夫使到大家可以很快的可以发行自己的抗量子代币，甚至是有隐私的抗量子代币。那这个是一方面我希望在这里 highlight 一下的，就是比较重点的。然后第二点就是刚才讲到的 Q-Day 方面我们会继续打造这个抗量子的智能合约系统。那么然后还有一点我刚才没有提到的，而 Dr. Terry 也其实提到了一点，就是我们希望把这个用户体验做成首要的工作。就我们现在有这个Billion Pro 的 mobile app，那刚才讲到的在 Q-Day 的Able Staking 或者是Q-Day Staking 甚至是做 Exchange 或者是做其他的 Conversion 我们都希望在这个 mobile app 这方面可以为大家支持，那使到大家只需要一个 app就可以把这些所有的功能both L1 和 L2 的这些功能都可以用得到。那这样子来说，大家就不需要每做一个功能就跑去一个网页，然后又要 connect wallet， 要接自己的钱包这样去做随时随地只需要有一个安全的手机然后装了我们这个 Billion Pro 的这个 mobile app就可以用到。那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是12月了那在2026年的时候，我们这个也是大家会很快看着我们不停的有新的功能或者产品会推出在我们的 Billion Pro 这个 mobile app 上面。所以如果在座有任何的朋友还没有装这个 Billion Pro 请大家可以去我们的网页去看看，或者去 App Store 或者是Google Play 我们有 iOS 和 Android 的版本都有下载一份，然后create一个 account， 然后试一试。好，谢谢。好的，非常感谢。Dr. Terry 有什么想要补充的吗？希望大家众多开发者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这个 Q-Day 生态的建设中来那么未来我们要推出的这些我所说的这些中长期的应用，事实上都我们是希望是和开发的partner一起合作来开发并不是我们自己去做这些应用。我们希望更多的这个开发人员能够尝试这个我们已经提供的 Q-Day 的基础设施来体验一下我们的这个性能和这个以及我们已经有的所有的为开发者提供的便利。谢谢。好的，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的分享，也感谢大家一路听到这里。然后从今天 MA 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Q-Day 的发展方向其实并不是在安全性、扩展性或是应用价值之间去做取舍，而是在这三者之间去建立一个长期可续性然后可验证且真正落地的一个平衡点。然后现阶段两位嘉宾也有提到，就是目前来说Q-Day 也开发了7788，然后其实很多功能也都在陆续的即将推出。那主要的一个目标目的也是希望这一些 DApp 的推出是能够让广大的用户可以很安全、很安心的一个去使用这些 DApp。那在这里就是非常感谢各位每个社区成员的长期来的关注和耐心和支持。然后我们期待接下来的时间也不只是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规划的方向，然后后续的接下来的每一个 MA 我们会陆续为大家揭晓每一个
Q-Day 或者是 Affiliate 相关的 DM，它有哪一些功能，然后它能够怎么去使用，以及我们也非常欢迎广大的开发者、项目方或者是社区来与我们合作。谢谢大家今天参与今天的 MA， 也记得持续关注Affiliate 还有 Q-Day 的最新进展。非常谢谢大家，非常谢谢两位。